我想现在啊，我用词的时候，会比较不用少用拜登当局4个字，原因是我越来越觉得拜登他已经不是一个自己能够独立决策的人。那么所以我用的是拜登的民主党当局。那美国现在官方的说法呢，叫做拜登哈里斯当局，行政当局。这个历史上是基本上不用的。副总统是备位啊，他本来没有决策权。但是现在美国把副总统推到前头来，实际上是在这个减低拜登的所谓影响力。那么什么时候拜登哪一天要是退出了，民主党说你走吧，回家去，那么拜登当局就消灭了。所以我现在想说呢，是个拜登的民主党当局，它背后实际上既有奥巴马在里面指手画脚，还有那个国会的议长 Nancy Pelosi 在那里指手画脚，还有这个副总统也经常骑在总统头上。那么拜登的这个民主党当局对台湾的政策呢，是他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部分。那么可以说，拜登的民主党当局确实是在中国政策上骑墙的，主持人讲不错。不过，他骑墙啊，不是针对中共的反应，是在国内不同的政治压力派系当中骑墙。那么，我想以前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美国影响政策，特别是对中共政策还有台湾政策，有3派。我把它叫做卫国派、卖国派和害国派。以前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这3派分别对民主党当局的中国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简单来讲，卫国派主要是军方和国会议员当中一部分人，他们是很清楚看到了中美冷战对美国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呢，这个军方会反复的警告。那么我也在以前节目中也反复讲过，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就是卫国派是要求军方立即采取坚定的应对来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那么这样才能够守护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样的要求呢，拜登是通过对军方行动的默许，还有美国国务院安排的对台对日政策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来的卫国派的主张了，这大家都能看到。那美军对共军威胁的反制也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硬。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卖国派，它在哪里呢？主要是美国的商界和教育文化界，里面有大量的卖国派。那么商界呢，是希望中美冷战熄火，这样好取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税，还有出口限制。那么教育文化界呢，希望有更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这样大学可以赚钱，那个教授开课呢也有人听，不然他自己饭碗就敲掉了。那么还有一些是从事中国研究的，还有一些从事理科研究的教师，他们是希望中国大陆留学生去修他们的课，有帮他们做研究，还可以通过他们拿到经费。所以他们对川普的全方位对抗中共的这个政策是恨之入骨的。那么川普离开以后呢，他们是确实盼望马上就恢复奥巴马时代的那种对中共妥协让步那种磕头政策的。但这一派人有一个难处，就是中共啊，他坚决不让步，这样的话就让他们找不到逼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共让步的一种借口。那么，所以呢，不是拜登的民主党当局内部忽视熊猫、拥抱熊猫派的声音，而是熊猫现在总是挥舞着它的利爪，张开大口露出利牙，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拥抱这只熊猫啊，所以他也没办法讲说，你看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熊猫现在非常乖，它明明是很凶嘛。所以现在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美国经济上的不少政策现在是只能延续川普时代的既定方针。那每次拜登派人去和中共联接触的时候呢，拥抱熊猫派都是希望说尽快出现一个中美关系的大转机。那么这次最近美国那个气候特使克里到中国去，又让他们失望了。当然了，拥抱熊猫派呢不会放弃，但是他们总也成功不了。那么除了这个卖国派以外，还有一派是害国派，就是他们不关心熊猫凶不凶，也不关心美国有没有危险，他们就关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自己这一派的政治正确的政策清单要坚定不移地实行。
不但在国内要贯彻到底，而且要推广到全世界。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证明说政治正确是普世价值，这样来实现政治正确派在美国国内和在国际上的一统天下。那么也就是说，政治正确派他们想要有长久的一派专政。那么他们其实对中共的一党专政是并不痛恨的，因为彼此都是追求一党专政嘛。那么政治正确派的政治清单呢，大体上都是奥巴马时代提出来的，现在正在迅速推行，我后面会谈到一点。所以现在奥巴马而不是拜登，才是这个害国派的精神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现在通过操纵白宫，仍然在当美国的半个家，而这个他当半个家是美国的灾难。那么到目前为止说，可以影响政策的这三派啊，还没有公开的打内战，互相攻击，而是各唱各的调，各唱各的歌，彼此互不妨碍。所以美国的政治，还有美国的对外关系的决策，就是这种状态的混合。那如果是看不懂这种复杂的局面呢，就比较容易会把一派的一个诉求看作是美国整体政策的唯一方向。其实美国的政策形成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整合在一起，对中共的政策也更是如此。那么中共呢，一直对美国的政策转向有利于中共啊，抱有期待的。那么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中共觉得说，美国你的政策不是一直也有点相互矛盾吗？这种情况，强势的川普时代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大体上来说，在对台政策方面是卫国派占上风，拥抱熊猫派呢只会在美国国内小声的嘀咕，但是不会大声反对。那么政治正确派其实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不闻不问的。那么在对中国政策方面呢，卫国派也占上风。拥抱熊猫派虽然反对，但是不敢理直气壮，怕人家说他们亲共。那么他们只有到中国去了，在北京他们会大声的批判川普的中国政策，但是呢，美国媒体也不报道他们在中国说的那些话，包括一些所谓的诺贝尔获得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也并不看重他们，也不尊重他们。那么政治正确派呢，对中国政策是不大多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就当我们谈到美国的专家也好，美国的政客也好，美国的这个各种人物，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有时候不太好判断。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尺度可以来量一量的，那就是说他在中国政策上是不是主张缓和中美关系，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他什么人了。拜登当局任命前国务卿克里担任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莫名其妙的气候特使，这次又把这个气候特使派到中国去，这个不是卫国派的诉求，也不是卖国派的诉求，是害国派的诉求。因为在政治正确派的政策清单上，全球气候问题位居前列。但是全球气候问题到底是个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啊？美国现在国内在政治正确派的政治压力下，已经不容许自由讨论了。那美国民主党当局所以派气候特使去中国，是为了配合，要中共配合他，让民主党这个气候政策得分。那这次克里去访问呢，中共没有给这个前国务卿面子，只是在一些空洞的话题上讲空话。那美国是要在4月22号到23号主办这个40国气候峰会，那么主要是目标呢是要把美国民主党政治正确派这个气候政策盖上一个，在通过全40国气候峰会盖上一个美国主导这么个印章，塑造一种说是美国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这种效应。那么中国是世界上燃烧煤炭最多的国家，所以如果习近平能够参加这个视频峰会呢，拜登的民主党当局就会觉得说事情蛮圆满了，所以就拜登政府向习近平发出了预参加那个4月22号那个40国气候峰会的邀请。那么克里这次去访问中国的关键任务也是说要说服习近平参加这个峰会，但是克里访问结束了，美国仍然没有得到习近平是不是会参会的确切消息，一直到今天中共才正式宣布说习近平要参加这个气候峰会了。这说明呢，中共尽管要做出比较强硬的对美姿态，其实还是非常想拉近和美国的关系，所以最后答应参加这个会，给拜登一个面子，不要搞得太僵。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4月19号，《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标题叫做“克里在气候问题上磕头”，将 Kerry's climate koto。这个报社的编委会《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去年就讲过，让克里负责和中国的气候谈判，无异于穿着大木桶回家。什么意思呢？就你去谈判，最后把衣服输光了，你只能钻在大木桶里头，扛着大木桶回家。那么这次这篇社论，4月19号社论说呢，这次会谈所有空洞的废话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会损害美国的威望，也会让美国错失参与更重要议题的机会。把气候问题作为拜登政府早期对华访问的唯一焦点，这无异于告诉中国人，美国将这一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其他问题之上。如果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在台湾、香港、北京对湘江、南海、朝鲜、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与美国打交道，那么中国是很乐意在气候问题上喋喋不休的。但北京很清楚，他会无视任何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承诺。所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克里的上海之行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应，反思，反而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展开公关攻势的机会。所以最后呢，社论说，这次双方会谈没有任何新的协议，这是件好事，因为任何气候协议只会是单方面限制美国。那么其实啊，中共并不认同美国民主党那个政治正确派的所谓的这气候政策。那么客观的讲呢，这种不认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美国民主党的所谓气候政策已经变来变去，变了好多了。以前我们都记得高尔副总统时代是叫做地球暖化，这说法后来科学上已经靠不住，这被证明不存在的。所以呢，现在变成了气候变化，说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这个话其实说起来是废话。地球上气候不是永远在变化吗？问题是到底在怎么变呢？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分析计算的根据和方法正确吗？从科学角度来看的话，里面问题多多，根本就没有可靠的结论。那么中共在环境问题上所关心的，其实就是一条，它烧煤，然后导致粉尘过多，然后这个空气污染了，所以它要限制烧煤，但是它根本不关心什么二氧化碳排放过多。我这里插一句，如果有研究这个气候问题的专家，其实你们应该知道，全世界现在政治正确派的研究气候问题的方法有个大错，他只分析二氧化碳排放，不分析二氧化碳吸收。地球上从我们中学生物课都学过的，植物会吸收二氧化碳，那么气候学家从来不分析二氧化碳吸收，所以非洲没有植物的地方和美国、加拿大大量植物的地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后的吸收度是不一样的。我这里不多讲了。那么中国以前加入西方国家的巴黎气候协定啊，是因为奥巴马承诺说每年给中国补助，帮助中国去减少燃煤的污染，有钱好赚，中共当然不拿白不拿。那么至于现在美国民主党当局这个气候政策，中共其实主要是利用这个机会要美国在经济政策上让步，同时呢，中共还要向美国展示所谓它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就在这个克里4月16号在上海在商谈和中共官员商谈的时候，当天晚上，习近平就同法国、德国的领导人开了一个所谓的气候问题峰会。习近平这个动作想表示什么呢？就是说，不要以为美国你才能开气候峰会，我照样把法国、德国领导人拉来参加我开的气候峰会，人家也给我面子啊。